它是苏联元帅崔可夫少有的败仗之一，它是苏芬战争的经典缩影，它是一次战术上的杰出之作。它对苏联的冬季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它间接影响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它就是苏奥穆萨尔米之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引爆了亚欧各国，也几乎引爆了全世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多如牛毛般的民族和国家进行着侵略和反侵略的生死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有着数不清的生命主动或被动地被牵扯进这场世界大战。而作为战争主体的国家们也都开始宣布进入国家战争状态，几乎将国家自身的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甚至是一切全部投入到战争之中。这就使世界军事水平得到空前提高，这其中包括了空军、海军以及陆军武器的技术改革。且为了降低复杂地形和环境因素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战车履带、声呐、雷达和红外探测等技术得以诞生或者大幅改进。而滑雪作为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军事手段，也在这次战争中大放异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芬战争之中的苏奥穆萨尔米之战。1939年11月30日，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冬季战争。12月7日，苏军第9集团军第163师奉崔可夫之命向芬兰境内的苏奥穆萨尔米村进发。当苏军抵达那里时，当地村民已经全部撤离，整个村庄的房屋也已经被烧毁。第163师在没有得到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只得先占据有利地形，开始修筑防御工事，等待第44师从预定方向将分军赶至光滑的冰面之上，随后两面夹击，全歼这一支驻守当地的芬兰军队。负责执行此次任务的苏军163师和44师都是苏军当时的主力部队，总兵力有近5万人，配备有300余门火炮、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而分军在这次战役中，兵力只有步兵第9师的1万余人，师长是希拉斯伍奥上校。可以说，苏芬两军在兵力和火力的差距上是很大的。而当分军指挥官希拉斯伍奥上校意识到苏军的计划后，便立刻调整了作战部署。他将部队率先撒到了有地形优势的位置上，以免被苏军赶至冰面上。而且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要想办法在苏军的第163师和第44师会合之前主动出击，使部队不会直面数倍于己的兵力，否则的话自己是不可能取胜的。希拉斯伍奥在仔细观察了苏奥穆萨尔米的地形之后，发现10公里以外的库伊瓦斯湖和库奥马斯湖之间的山脊上不仅有着大片森林，两侧还都是结冰的湖面，可谓是一处险地，易守难攻。希拉斯伍奥立刻将分军的2个连部署到了这里，并在此处设置了一道防线，担负起在这里阻击苏军第44师的任务。在不久，苏军44师抵达后，双方随即开始激烈的交战。由于分军占据着地形优势，第44师被迫停止进攻。分军驻守此地的350人成功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解除了分军主力背后的威胁。而师长希拉斯伍奥见形势大好，便立刻率领主力部队向163师发起激烈进攻。由于分军快速的机动能力，苏军163师伤亡惨重，又见44师迟迟不来支援，而自己此时已经损失了5000兵力，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只得向东北方撤退，在冰天雪地的芬兰大地上迅速消失在芬兰视野之中。而分军在进攻163师的战斗刚结束之后，分军主力便按照计划火速越过冰面，直扑苏军第44师。在到达预定位置后，分军士兵先用伐倒的树木和铁丝网设置了坚固的防坦克障碍，防止苏军坦克的攻势，并架设了新配备的反坦克炮。这种分军的新式武器可以摧毁任何企图通过这些障碍的坦克。做好防备措施后，分军便以2个营约800人的兵力，苏军的先头部队发起进攻，并取得了较大战果。苏军44师在遭到攻击后，只得就地修筑工事，进入防御状态，而分军则利用苏军修筑工事的时间，抓紧整顿部队，以便对第44师发起最后的总攻。此时的苏军44师官兵们已经是军心涣散，因为在芬兰冬季的严寒中，苏军根本应付不了，
不仅弹药匮乏，而且食物短缺，大部分伤兵只能在寒风之中等待死亡。而当他们得知自己已经被全面包围后，全师更是士气低迷。在天上负责空中支援的苏军飞机也因为害怕误伤友军，此时也无能为力。时间来到1月6日，迫于分军的巨大压力，苏军44师指挥官只得向各团下达突围命令，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饥肠辘辘的苏军士兵早已没有力气突围了。不久，分军发动总攻，除了1000多人被俘之外，苏军44师2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以苏军的惨败而告终。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可谓是苏芬战争的一个经典缩影。在这次战役中，滑雪板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分军的所有士兵都配发了冬季装备，不仅可以在高达2米深的积雪中实现快速机动作战，而且分军装备的雪地野战服可以隐蔽在广阔的雪地之中，从而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苏军部队。且各师还配有加热帐篷，可以让士兵在零下40度的前线作战中得到充分休息。而苏军因在防寒服、枪支防冻液、道路抢修方面都有很大的不足，导致苏军的冻伤比高达10%，而且也因为缺乏滑雪技术，苏军在行进时只能依靠公路，因此非常容易被出现过长的队伍。在面对芬兰的高机动能力和高隐蔽能力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除此之外，苏联的重型装备和单兵武器也都缺乏相应的雪地涂装，在通过公路等开拓地带的时候，极易成为分军火炮的目标。芬兰著名的王牌狙击手西摩海赫使用一把仅装有机械瞄具的芬兰版莫辛纳甘，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狙杀了542名苏军，一举成为世界上杀敌最多的狙击手。加上所配备的白色作战服和高超的滑雪技术，使他在战场上神出鬼没，苏军士兵无不害怕，将他称为白色死神。虽然在冬季战争中，苏联军队也有专门的滑雪部队，但仍无法与分军同性质单位一较高下。根据一些分军将领的说法，是因为苏军的雪橇品质太差，除了拿来当柴烧之外，根本达不到作战要求。而冬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莫大苦果，不仅给苏联军队积累了宝贵的冬季作战经验，也使苏联此后痛定思痛，开始重视起环境气候问题和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还有部队在冬季作战中特殊作战装备的制造生产，提高士兵的滑雪技术和在严寒气候下的作战能力。这也间接导致了此后苏联卫国战争最终的走向，可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而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也因苏奥穆斯萨尔米之战的失利，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一代名将竟然最后在小小的芬兰走了麦城，这可能是崔可夫在进攻芬兰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